凯特，我听营养师说，其实睡前吃一点宵夜也没关系，只要挑对食物就好，像蛋白质的食物就很不错。怎么样？我们来卤一锅卤味怎么样？卤点豆干、卤蛋、鸡胗、海带、白萝卜、红萝卜的，我们卤一锅冰起来，每天晚上微波吃一点。这些不是蛋白质就是蔬菜的，应该没问题吧？是啊，很多营养师因应大家睡前难免会嘴馋，想吃点东西，总说睡前吃点宵夜没关系，尤其是蛋白质食物。另外，像香蕉、牛奶还都有助眠之效呢。甚至日本冈山大学研究团队还在2019年针对睡前2个小时以内摄食对中老年人糖化血色素的影响做出研究，指出与普遍看法相反，确保一天最后一餐和就寝时间的间隔较短，并不会显著影响糖化血色素的浓度，也就是说不会特别影响血糖。国内媒体还引用这篇报道，认为研究指出吃宵夜也不会导致肥胖哦。真的哦，太棒了！既然不会影响，那我们那锅卤味可不可以再多加点好料呢？你先别高兴得太早，我还没说完呢。血糖虽然是影响我们食欲的重要因素，也是调节胰岛素的关键，而胰岛素又关系着脂肪合成，但是会不会让我们变胖的关键，胰岛素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哦。虽然我们进食时间在哪一个时段吃，由这个研究看起来可能并不会特别影响到我们的血糖，也就不会刺激胰岛素去合成太多的脂肪，但是会让我们变胖的成因还很多，胰岛素促使细胞抓取脂肪只是变胖的成因之一。我们在讲生理时钟那集讲过，生理时钟以内分泌的时间控制着人体的作息，如果我们不依循生理时钟作息，往往会为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坏处呢。我记得你那时候说过，帮助脂肪葡萄糖代谢的成纤维细胞因子和皮质醇都是在上午到中午分泌，防止脂肪累积的脂链素晚上8点就下班，抑制食欲的瘦素下午4点分泌，晚上7点就达到巅峰。所以生理时钟并不希望我们晚上吃太多。你都记得一清二楚，还说要吃宵夜，这不是增加人体负担吗？因为依据人体的初始设计，本来就不太希望我们晚上吃东西。如果我们能够依据我们当时看的那篇研究所说的，在下午早些时候吃完晚餐，也就是下午3点，最迟不超过6点，这样人体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和足够的内分泌，可以代谢脂肪和糖类。等到10点褪黑激素分泌的时候，我们就该让自己放松，准备睡觉。相反的，我们如果太晚吃东西，身体在睡眠的时候就会从原本应该以燃烧脂肪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消耗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模式，造成我们原本应该消耗掉的脂肪囤积在体内。研究人员发现，每天的营养供应时间会与每天昼夜节律的代谢控制相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吃东西的时间会改变我们人体的代谢模式，从原本应该以消耗脂肪为主，变成以消耗碳水化合物为主。那不是依据我们晚上是不是吃了脂肪，而是只要我们吃东西，人体就会从消耗脂肪为主的模式改变为消耗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模式。这个研究是2020年由美国范登堡大学研究团队针对进食时间与脂肪燃烧的关系所做的一项实验。他们以同样的食物、同样的热量，让受试者在不同的时段进食，一组是我们一般的早中晚餐，一组是从中午开始吃，到晚上临睡前才吃最后一餐。结果发现，跟一天当中晚上进食相比，晚上吃宵夜的受试者，脂肪燃烧平均减少了15克。定期吃宵夜的影响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将逐渐导致脂肪燃烧显著降低，因此累积更多的脂肪。所以说，吃宵夜已经不是吃什么的问题，而是在这个时间段吃，就会打乱生理时钟，让人体的内在代谢产生了改变哦。脂肪减少15克，那可是不少耶，相当于135大卡的热量。这样我的卤味不就泡汤了？你想吃，我可以卤给你吃啊，不要那么晚吃就好了嘛。关于生理时钟对脂肪代谢的影响还有很多研究。根据观察，人体摄取食物后的能量代谢会遵循昼夜节律，主要是根据视交叉上合的生理时钟所驱动，而生理时钟这个昼夜节律的破坏与代谢异常有关，这是许多科学家的共识。此外，驱动生理时钟的外在因素除了光线以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像是运动和进食时间也会影响生理时钟。所以我们
们进食的时间也就格外重要。除了之前这个研究，2017年墨西哥的顶尖大学国立自治大学研究团队针对生理时钟与餐后三酸甘油酯关系的动物实验就指出，休息阶段，也就是睡前的食物摄取会致使餐后三酸甘油酯升高，可能会导致血脂异常和动脉粥状硬化病变的形成。与休息阶段相比，棕色脂肪在活动阶段不仅表现出加速脂肪酸的吸收，而且表现出更多的脂肪酸吸收。也就是说，棕色脂肪酸吸收体内的三酸甘油酯，不让脂蛋白或三酸甘油酯在血液中游走，是透过生理时钟调节。当棕色脂肪晚上休息，不再勤于摄取三酸甘油酯，这时候进食，尤其是高脂肪的进食，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哦。听起来比想象中的严重耶，牵涉到血脂，这可不是小事。对呀，而我们在解析脂肪那集提到过，棕色脂肪的作用是在燃烧脂肪，提供热量。棕色脂肪吸收越多的脂肪酸，不但可以降低血脂，同时也有助于燃烧脂肪。因此，这里又是一个吃宵夜会减少脂肪燃烧的证据。而同时，这项研究也指出，当老鼠的生理时钟损坏以后，就没有观察到这个变化，可见得棕色脂肪摄取脂肪酸的变化是透过生理时钟所影响。也就是说，棕色脂肪到了人体睡眠的时间，自然就会减少脂肪的摄取。但是这时候我们如果在睡前进食，就算没有吃进高脂肪食物，只要是进食，就有可能刺激肝脏制造极低密度脂蛋白，尤其是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之下。所以这时候又是棕色脂肪减缓摄取血中三酸甘油酯的休息时间，血中三酸甘油酯的浓度就有可能升高。因此宵夜的错误是在这个时段不应该违背生理时钟的节律吃东西，而不完全跟吃什么有关系。也就是说，表面上宵夜看起来只造成血脂变化或脂肪是否燃烧，但实际上宵夜却是会透过进食时间去破坏生理时钟的常态，进而影响身体健康。所以节制宵夜就不仅仅是因为怕胖那么简单了。被你这么一讲，吃宵夜就跟熬夜一样，都是不让身体依循原始设定作息，终究会造成伤害的。没错，而且研究证明，吃宵夜造成的伤害真的不仅仅在于肥胖。2015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团队做了一项动物实验，他们把小鼠分成两组，一组在正常时间喂食，一组在晚上睡前喂食。原本两组的睡眠时间长度和食物分量都没有差太多，但睡前进食的这一组，白天睡眠时间却明显增加，而且片段化，可见睡前进食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同时，在监测小鼠的身体变化时，也发现小鼠本身的视交叉上颌主要的生理时钟没什么变化，但海马回本身的时钟已经完全移动了。小鼠的回忆能力显著降低，而且对新物体的辨识能力也明显降低。因此他们发现，改变进食时间不仅改变了肝脏周边的生理时钟，也改变了海马回的生理时钟，并得出了错误进食时间会损伤记忆的结论呢。哇，所以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都不是我们立即可见的，但却是分分秒秒伤害着我们身体的原始设定。对呀，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吃宵夜往往是习惯问题，我们久久不吃宵夜，就比较不会有想吃宵夜的念头。反之，如果吃一次宵夜，就会忍不住常常想吃宵夜。依据这集我们看的研究来讲，我觉得选择吃什么东西可能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错的时间吃东西。因此，想要避免吃宵夜，只能从晚餐的内容下手。晚餐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蛋白质的食物，像鱼、肉、蛋、奶这些食物，植物性的蛋白也很好。还有优质脂肪，像坚果之类的食物，这样就可以维持比较久的饱腹感。另外，像膳食纤维含量高的原型食物也可以增加饱足感，增加食物消化的时间，让血糖更平稳，也就更不容易感觉到饥饿。此外，也要提早睡觉，在10点褪黑激素开始分泌的时候，就可以准备睡觉，千万不能晚于晚上2点抑制食欲的瘦素消退以后才去睡，这样就很容易会想吃宵夜哦。说来说去，还是你跟生理时钟共谋，不让我吃宵夜啦。